这个在溪流疯狂敲击的不是有病，而是野外求生专家。吃上无比鲜美的河鱼刺身，还有高蛋白质奶香味蝎子，饭后零食再搞点爆浆幼虫。住着墓地般温暖的庇护所——墨西哥铜峡谷。此地有着数百个扭曲峡谷，有的深度甚至超过1000英尺。在这片狂野区域，也是它能快速成为徒步旅行热点之一。但部分峡谷很是偏远，同时也很容易迷失。本次贝子向此地发起挑战，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其中，路过一处处陡峭山脉后，来到山顶平地。随着慢慢降落，贝子一个翻滚，快速下飞机，正式开启求生挑战。等来到悬崖瞭望，看到这地形，内心也是升起一丝敬畏。接下来开始规划路线，观察远处山脉，可以发现有的地方植被多，有的地方植被少。比较干燥荒凉地区则是北方，这些植被接收阳光少。而他本次要向西面前行，确定方向开始前行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目前身处到处悬崖之地，需要下去。这边附近到处高耸悬崖，沿着边缘寻找突破口。走着走着，地面发现一些动物粪便，判断应该是土狼的。目前没看到他们身影，还算安全。先离开这边，继续边缘前行。走了一会，发现这边有3层壁架，有点风险，但这是目前唯一下去的地方。就这么开始往下爬，抱着一脱落岩石，缓慢下去，踩着有落脚地方，探出头查看一下，随后跳下来这边平台，之后下方更加陡峭。贝子试图伸出脚踩住落脚底，一段艰难过后，好不容易下来，可一旁已然没了下去道路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朝着一旁行走。这边有一处断裂沟壑，目前没了退路。贝子经过一番路，有惊无险跳过去，冒着风险还是比较值得。接下来道路相对好走一些，快速走下斜坡。期间这边发现龙舌兰植被，说起来这植被也有很多用途。只见贝子用锥把咬住末端，接着从中抽出一条丝线，顶部连接尖刺，脱下来衣服，把衣服口子补一补，也是非常不错。完事起身继续往山下走。这天不知道走了几小时，已然夕阳西下，估摸差不多2小时天黑。考虑安营扎寨问题，不过这会处于半山腰，没看到合适的，继续往下而去。走着走着，在岩石边蹲下身，发现有一只蝎子。求生中把握每次薅蛋白质机会，先把尾部毒刺去除，直接就这么一口闷，嘎嘣脆奶香味，同等分量有个牛肉几10倍。小补充一下，起身继续前行。没走多远，这边发现个山洞，顶部有被烧过痕迹，有早期人类居住过，其中还有一些洞穴，地面还发现电线。说起来也不奇怪，这是400年前印第安人的住所。之后往外走去，试图搞一些生火材料。这里搞下来长长植被，接着从中间劈开，再弄一些植被纤维当绳子，火绒放在木板上，用2片给它夹紧，最后绑上，把它压在岩石下，自己再拿一根来，利用原始生火办法，由慢到快，持续不断的摩擦，在无比炎热环境的加持下，很快熊熊烈焰升腾。而随着天色慢慢暗淡，这天在洞穴中度过。等到第2天，拿来水壶，在里头倒入些水，拿来电线在头顶摩擦一下，使其有了磁性。叶片放水中，带磁性的电线放入叶片中，就这么等到停止下来，形成一个南北线，轻松判断自己要素方向。走之前水可不能浪费，全部给它喝光。起身开始今天跋涉，继续朝着斜坡而下。随着越往下，植被开始变多，在贝子坚持努力，这边出现巨大峡谷，而就在其中赫然有条河流，不仅是资源，还是找到文明的高速公路，不得不下去。贝子左顾右盼，发现有个小洞穴下去，作为洞壁钻的贝子想也没想，就这么艰难穿过小洞往下爬去，期间还有碎石掉落，危险异常。好在没砸到，一阵连滚带爬，终于是来到河流边，再也不用担心水源问题。坐下来休息片刻之后，开始沿着河流前行。这边到处巨大岩石，不过也算顺利走了一段路程。接下来开始遇到阻碍，只见贝子正处于高耸垂直瀑布面前，查看一番，直接下去不太可能。观察周边发现有树木生长上来，这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立即走到这棵树木旁，当一脚踩上去，树都摇摇晃晃的，还是有点风险。小心先上到树木，依靠松鼠众多枝干当支撑，慢慢往下爬，过程都还顺利。一会功夫下到底部，接着继续顺流而下，走过一个个巨大岩石，在这里感受到了洪水的力量。这种地方最危险，狭窄的通道一个洪水，人就没了。这天也不知道再走了多久，这会爬上斜坡，河流蜿蜒曲折。贝子发现一条超近道，越过一处山头，发现河流绕了过来，也算省去不少路程。往斜坡走下去，再次来到河流附近，这里有个开阔的沙地，河流分成一个个小支流，也让贝子发现了机会。只见这边发现有河鱼，这不得搞几条。先是悄悄绕到下游，用石头搞个小水坝，完事起身走到上游，拿来一节粗大木棍，再慢慢靠近鱼，接着就是
看到鱼还没晕过去，贝子直接双手一抓，等把这鱼捞到岸上，给它处理一下，去除里头内脏，鱼头也不要，清洗一番过后，就这么刺身安排，肉质肥而不腻，很是鲜美，蛋白质更是牛肉几十倍。一阵狼吞虎咽，把鱼消灭干净，起身继续沿着河流前行。没走一会，这边再次发现一处洞穴，还有早期人类文明的壁画。欣赏片刻，转身继续跋涉。走着走着，来到一处小瀑布，想着直接跳下去，但也有一定风险。为了确保安全，附近找到丝兰，给它弄出来纤维，用以制作长长绳子，接着找来石头绑住。等来到瀑布旁，石头扔下去，当到达底部时，再拉出来测量深度，这样就很方便，深度也足够了。接下来贝子安全是安全，就是河流水太冷，快速游到岩石，先是上到岸上，走进入附近林木中，快速脱下来衣服，接着再升起篝火。生完篝火，天也黑下来，确保晚间的保暖。被子把篝火分两边，中间这是挖个坑，铺上松软的枝干，就这么躺下去。看起来这造型怪怪的，不过确实很保暖，舒服过完这天。等到第3天，早早起身，继续沿着河流前行，直到河流和西面方向不一致，这回被子需要往西面走，这就需要越过岩石墙，直接迎了上去。等来到这边，发现有个缝隙，只见被子利用烟囱攀登法，双脚顶住岩石崖壁，就这么慢慢上去。而这办法也非常好，中途累了还可以休息，就这样边爬边休息。最后从一处小洞口挤出去，成功上到顶部，休息片刻，转身朝西面行进，进入一片林木中。而这天耗费也不少，为了搞点蛋白质，林中一阵翻箱倒柜，找到一只爆浆幼虫，不仅富含高蛋白质，送入口中还有爆浆的爽感。吃完起身，继续林中穿梭，没走一会，发现前方有人，文明痕迹显现，本次挑战成功。